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又到了1年1度的开学季，现在是真的已经开学了，我自己已经上了第一个星期的课了，还是非常怀念这种重新回到学校的感觉，特别是像我这种已经大学毕业10多年了，然后留下了一些遗憾，然后又重新再有这样的机会回到学校去弥补这些遗憾，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感叹的一件事。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想分享一下我在这1年多，或者说我的人生经历当中吧，给我带来的一些经验，我想去分享关于如何避免被诈骗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那这也是这个对于很多国际留学生来说，初来乍到，然后你对于各种环境也不太熟悉，你可能觉得哎呀，我已经在国内的话看了很多反诈的宣传呀之类的，那我来了这边，大家都说这边的人比较友善，那是不是我可以放松警惕啦，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说，我觉得在每一个地方，从概率上来说都是一样的，都存在这种可能性，所以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区域怎么样，或者人怎么去划分的。那么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在这边1年的时间里面经历过哪些这种欺骗性的行为吧。这种行为我认为主要分成两种，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主要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电话类的，就是你接到电话说你可能遇到什么事儿，就是通过电话的这种媒介，你接到一个电话。然后第二种就是短信类的。除了这两种之外，我其他没有再怎么接触到有这种所谓欺骗性的这种事件了。因为邮件类的话，我认为现在的这个邮件主体他们对于这个诈骗类的区别已经就是做的比较好了，优化比较好了。一般这个具有诈骗性质的邮件，你几乎是在你的那个 inbox 里面看不到的，就在你邮箱里面是看不到的，它会直接被归类为诈骗的那一类的。所以主要是讲这两类。那么开门见山，我要先讲一下这个逻辑。这个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你不用去担心你是否卷入了一个潜在的什么诈骗这样的事情。这个里面的逻辑就是，你不需要去证明你是无辜的，你不需要去证明你没有做这些事情，而是提出这个主张的人，他需要去证明，他需要去提供证据去证明你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我再说一遍，你不需要去自证你无罪，而是那个说你存在嫌疑，说你有问题，说你干了坏事的那个人，那个主体，他需要去举证你去做了那个坏事。这里面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电影嘛，对吧？你吃了2碗粉，只给了1碗的钱。如果说你要去自证的话，你只能，对吧？像电影里的人一样，但是证明了又能怎样呢？你已经丢掉了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你不需要去自证，而是那个说你做了不对的事情的人，他需要去证明。好，那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在这边的这2种不同的途径，就是电话和短信这2种途径我接受到的这个诈骗的信息。那么第一个是电话类的，我总共接到了应该有2次。那这2次，第一次是一个中文的，就是他使用中文来跟我沟通。在某一天的下午吧，反正，然后我接到了这个电话，然后这个电话刚开始是用英文跟我说话的，然后我也在用英文跟他说话，然后他突然就开始说Mandarin，然后他就直接用中文了，他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然后能不能用中文，然后我说可以，然后他就开始说中文了。但这时候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的中文并不是一个母语水平的中文，就是他的中文说的并不很好。然后他就说我卷入了一个欺诈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人用我的个人信息注册了一个电话卡，然后这个电话卡被举报了，然后说发诈骗信息或者打诈骗电话怎么样的。然后我听到这里，我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
我没有这样做，我也不觉得有人这样做了。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让他做去吧。如果有什么需要配合的，让警察直接跟我联系就行了。然后我就挂了。然后挂了之后，我就把这个电话标记为这个诈骗电话，就是 report as a junk。然后但同时其实我也查了一下，我也搜索了一下他这个，就是在 Google 上去看了一下他这个电话号，这个电话号确实还是一个公司注册的，还是个有头有脸的公司注册的，就是他们提供一些这种电信类的服务吧。那就是在这之后呢，我跟这个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也交换了一下信息，他们说他们也接到过这样的电话。那从这个例子里面，我想说的就是，一般来说，你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内心都是有一些担忧的，就是你担忧啊，我怎么还卷入了这样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办，你就在家坐着就行了，因为你没干嘛，对吧？要等别人来证明我有罪，对吧？你说我干了坏事，那你要拿出我干了的证据，而不能让我去找我是不是没干这个事儿。我不需要去证明，你需要去找，我只需要如实陈述就行了。我不认为有人用了，如果有人用了，那就用吧。我也没有把我的信息主动泄露给别人。好，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更有意思了，就是这段时间我换了一个地方住，我搬家了。那搬家了，在申请这个新的apartment 之后，我肯定要递交一些个人资料。那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啊，我认为我的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确实有一些巧合。就是在我递交了一些我的个人信息之后，我递交信息的时候是那周的周五，然后我就在下一周的周一接到了来自加拿大税务局的电话。这个电话确实是加拿大税务局 business 那条线呢，我查了。然后打电话的这个人是印度口音，英语说的不是非常的好，就是你还是能听出来他有口音的。当然，我也接触过我的一些印度同学啊之类的，英语说的很好的，我是不太能分辨出来他是有印度口音的。但是这个电话他是有的，所以这就提高了我的警惕。然后他就说我在海外有 business， 然后我没有申报这块的收入，然后我需要怎么做。然后因为我的个人所得税，就是我的税务记录是我自己报的，因为作为一个有财务背景的人来说，我有这个自信把这个事情做了，所以我做了一系列，就是在3月份、4月份报税的时候，我做了一系列的研究，然后搞清楚了里面的逻辑，然后我就自己把我自己的税报了。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原因，所以他说的我在海外的收入没有进行申报，这个是不成立的啊。我在这里作为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留学生，一个临时居民去申报我的收入，我在国外的收入，在这里的申报呢，它并不作为我纳税义务的一个因素。也就是说，我在国外，加拿大的国外有任何收入，加拿大不会再去征一遍税，至少现在就是我的这个身份是这样的。那么他要我这个收入是干什么呢？就是我在报税的时候仍然需要报这个税的，报这个收入的。他需要衡量我是否满足一些最低收入的标准，也就是说，就像国内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收入达到了一个阶梯，那么你的税率就发生变化。那在这边呢？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机制吧。这个机制，其实我本来是打算在报税的那一季度我录视频讲的，但是那时候我自己的事情也没解决嘛，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专业，把我自己的问题解决就行了，不要因为我的这个狂妄自大还霍了别人，所以我没有出这样的一期视频。所以我只是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事情，就是你海外的收入。作为一个临时居民在这边申报，它主要是用来衡量你是否满足一些这个退税，或者说给你一个 unrefundable 的那个额度，它只是起到这个影响，并不会有其他的影响。所以你报零也好，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国内的中产吧的收入在这边换成加币之后，都属于低收入，都属于大部分吧，都属于。低收入不绝对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而且即便你国内的收入没有报，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跟对方然后进行了简单的这样交流，我就说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收入，并且我已经申报了，然后我也不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漏报的内容啊，然后我也简单的就描述了一下啊，就对于这些法律我是知道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我需要做什么配合吗？我说如果你确实需要我做什么配合的话，就往我的那个 CRA 账户里面发信息，或者给我发邮件，然后我来根据邮件来沟通，而不能是你 verbal 就是口头的一种转达，因为毕竟你的要求事项可能很多，而且我也需要对照，就像 checklist 一样，我一条一条的来勾，我看我满足哪些，不满足哪些，并且也需要留下一些证据嘛。然后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对方就直接把电话挂了。然后再之后呢，就是我说的，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这个电话是 CRA 的这个一个 business 专线，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并不能说我接到的这个电话是来源于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的，就一定证明它是代表那个电话号背后的一个 organization 的。也就是说，从技术层面来说，是存在这种欺诈可能性的，它会冒充别人的这个电话号来给你打，它背后可能做了什么转接啊之类的，所以这就涉及到了第三个话题，就是如果说真的会有这些方面的让我们补交信息啊或者怎么样，那它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到我们这里来呢？我认为在我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的案例里面啊，它几乎都是以邮件的形式，就是有可能你会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告诉你要准备什么事情，或者提醒你不要忘了什么什么事情，但是你一定会收到邮件的，因为我认为啊，从逻辑上来说，邮件是一个法定能够认定为证据的一个途径，所以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的话，那他会以邮件的方式来回复你，你可能就除非你可能是你这个邮件被识别为诈骗邮件，然后在你的那个垃圾邮件里面，然后你没找到，但是并不会说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只是通过口头的方式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你和这个社会发生的各种关联，虽然说不会像国内一样一定要让你去实名制啊，就是留下你的身份证信息、你的实名啊，就是这边对于隐私的保护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会让你留下一个邮箱的地址，所以，对吧？你有邮箱去和这些事情、这些组织去关联，那么就去看你的邮箱就行了。所以这就是我关于国际留学生和新来加拿大的朋友的一些我想分享的内容，关于诈骗的。那么，如果我讲的有哪些纰漏的地方，或者是遗忘了，或者是我讲的确实不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出来我哪些做的不对，那我也需要不断的去优化、迭代和改正。那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经历，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来。当然，信息最好是要脱敏处理啊，这样我们也就有一个这样的平台或者渠道，能够知道哦，原来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